大家好，欢迎光临中正评测。今天呢，开箱 Yoga 14S，3个已经到货的新款的产品，我是最后开箱它的，因为我还是会被性价比的思维控制。很多人点名让我开箱那个8999的4核的机器，我非常不能理解。我很早就说过，一个厂家想要躲过我的开箱，只要把产品做的没有性价比就行。今天这个14S 呢，已经在我性价比认知的边缘了。5699的价格，4核8线程，核显512固态，16G 双通道，有可能最大的卖点是这个 2.8K 的屏。也有我习惯性的认知的错误的时候，小新 L14呢那一期呢我就被打脸了。同样的配置呢，比小新 Pro 便宜了500块钱，但是让我选择，我一定是选小新 Pro 14，是完完全全的两种使用感受。Yoga 14S 呢，其实主板部分呢就是小新 Pro 呢去掉独显 ，Pro 14那一期呢我们也实测了核显的性能。主观的判断呢，它的溢价的部分应该还是这个屏，但又不能太主观，马上开箱再看吧。开箱前呢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的网店，公众号呢是 YZZZDN。或者搜索中正电脑，中正评测和中正测评都不是我们，都是别人注册的。我们会经常开测一些 DIY 台式机，从2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，不同的方案都有。最新的呢是 RTX 3070的这个7990的主机的方案，还有很多 ITX 的方案。这个呢去噪的这个机箱，我也会很快做方案。Yoga 的盒子呢比小新的刚性都会好一点，小新的盒子呢是软趴趴的，它是硬邦邦的。果然里面还有一层包装，这是电源适配器 Type-C 的口，65瓦，大约1.7米的线长。太麻烦了，一层又一层。看来是一个黑色版的小新 Pro 14。A 面的是 Yoga 和 Lenovo，D 壳呢和小新 Pro 也是一样的，这么多的网眼。机身右侧的按键也是一样的，这是电源开关 USB-A， 这是 HDMI 口。机身的左侧2个 Type-C， 这是雷电4，能不能单手开合？可以。这是开合的角度 178.9度，跟小新 Pro 不一样，前面覆盖了一块玻璃，这样呢可以让我看见帅气的自己。三面窄边框，底部呢不到1指，出风口呢在转轴的缝隙里，应该是有2个出风口的。在轻薄本里面呢，它的键盘手感算好的，能够做出来一定的段落感。中薄版的手感 OK， 面积也大，比小新 Air 的做工也好很多，边缘和底部都没有割手感。很多机器的平的边缘会有割手感，它也没有。盒盖呢会有一点虚位，但是到位置以后会有磁吸感，打开到1厘米多一点的时候才会有阻尼感。电源适配器170克，机身1400克，比小新 Pro 重了70克，应该就那块玻璃。玻璃呢会有品质感，也会保护屏，但反光真的很讨厌。为了多看看自己，我都舍不得开机了。联想的机器呢，第一次开机必须要插电才行，插电以后再开机。可以打开了，是一个白色背光的键盘。小娜迟迟不来帮我，还是不来，让我来帮你。Yoga 的壁纸还是很好看的。512的固态呢分2个区域 ，C 盘的是100G，4核8线程的 CPU， 内存的16G 的4266的双通道，硬盘是西数的 SN730， 核显是英特尔的锐炬的80EU， 分辨率是2880×1800，16:10，光线的亮度调节我把它给关了。主板的 BIOS 版本是 21WW，PL12 是38瓦和64瓦，网卡是支持 WiFi 6的英特尔的 AX201， 屏还是看不出来是哪一家的，显示比例是200，观感很好，跟小新 Pro 一样，内存的速度非常高 ，62.4G 每秒，延迟61.4纳秒。跑分的截图呢，还是会放在公众号里，也会把各种相近似的机器做成表格，大家去对比。跑分才开始呢是39瓦，920分，稍稍差于小新 Pro 14。CPU 的跑分基本上在小新 Air 和小新 Pro 之间，跑了30浪25，很少会低于900的。平均值是907，最大值是928，最小值是897。这个表现明显的好于 Air 14了，和以前一样的设置，用格式工厂剪一个10分钟的视频。开始以后 CPU 可以跑到46.6瓦、47瓦。我猜想如果散热和小新 Pro 14是一样的，但是少一个独显，那么其实应该表现会更好才是。30%的时候降频到了38瓦 3.46G。完成了363秒，还是介于 Air 和 Pro 之间。我勾选了 GPU 加速，再来一次，67秒完成，差不多快了6倍。再用 PR 呢输出一个2分钟的视频 H264 仅限软件，64.3047秒，好于小新 Air 和小新 Pro 呢差不多。再来一次，这次呢勾选了 GPU 加速，用核显加速，可以看见的核显被占用，25.2479秒完成。友达是总分217000分 ，CPU 95000分。显卡58600分，核显的跑分呢和表现好的 AMD 核显是差不多的。再跑一下 spec， 图的颜色和独显跑出来都不一样。已经跑完了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表格里面各种机型。
综合来说呢，是关闭掉独显以后的 Pro 14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呢，整个跑的过程中啊，很多图都不是正确的显示。我打开一下鲁达师这8个线程，你们看一下，都有比较高的占用。新版的鲁达师总分975000分 ，CPU 467000分，显卡128000分，内存249000分。硬盘13万，旁边那个R7000正在下载魔兽世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玩呢。这块屏呢还可以设置为90赫兹，系数黑盘 4K， 延迟这是总分。再跑一下200G 的混合模式，完成了。往外写入1G， 读取3G。内存的延迟呢是有错误的，我把 AIDA64 更新到最新版是显示95纳秒。CPU 的跑分5126分，显卡的跑分1325分，显卡这个跑分已经算高了。我也做了表格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对比小新 Pro 13的 4800U 和 4600U。CPU 肯定没得比，但核显统统高于这两个 CPU。单考刚刚开始50瓦，94度，3.82G 刚刚。风扇的转速在变快，现在94度，47.6瓦。它的散热的压力啊，应该是小于小新 Pro 14的。风扇变快以后又回到了50瓦，现在 3.82G 93度，1分40秒降频到38瓦78度 3.5G。单考了17分钟，现在是37瓦38瓦，应该是 3.48G 79度。双考刚刚开始 ，GPU 可以达到 1.3G 一直稳稳的63度65度。CPU 2.58G 38瓦65度。人的位置45.1分贝。机器上是61.2分贝，拆线板上58.3瓦，双考非常稳。GPU 呢 1.3G 63度 ，CPU 2.59G 38瓦66度，环境温度23.2度，两侧万托的温度很低，只有29点几度。你们呢自己可以试一下，不超过30度的温度，手都不会觉得热。但是它这个呼呼的风扇声还是蛮吵的。双考是2个出风口，2道热浪出来。这个机器呢，你设到90赫兹以后，重启以后呢，会黑屏一段时间，会黑大概1-2分钟的样子，再进桌面。厂家可能会在这1-2天更新一些软件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尽可能多跑点游戏供你们参考。先看一下 DOTA 2吧，分辨率不对，我来调一下。这是最高的画质，分辨率是2880乘1800，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高的分辨率了，是129帧29度62度 3.622G。显卡没有正确的显示，我释放了非常厉害的技能。这个分辨率呢，会让我们画面显示的内容更多，但是啊，这个对我们的显卡会有要求，是不是在这个分辨率呢？你们自己决定。大概的帧数呢就是这样了，在100帧出头一点。CPU 的频率是比较高的，这样呢，我们相对的游戏感受会比较好。我是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高手了，马上就要面临挑战。坦克世界啊，这个分辨率是绝对运行不了的。我还是在纠结啊，是什么样的画质？现在是超高，那就高吧，高，然后1440乘900。高画质呢，坦克看起来是比较漂亮的。马上呢就看一看画面和操纵啊，会不会有卡顿和粘质感？才开始还没有那种不跟手的感觉，还没有。这个分辨率呢是比较低的，帧数呢现在74帧 ，CPU 占用率不高，64度 3.8G， 可以确定在这个画质设置下啊，坦克世界是比较流畅的，感受也还可以。这是一个62，我去把人头送掉。好了，死了。非常确定可以玩，而且呢，感受也还可以，是比较连续性的感觉。命令与征服的重置版啊，只要进游戏就会跳出。魔兽世界从来没玩过，那只能是大概的试一下了。我不知道这个帧数算怎么样啊？现在我上限应该是200帧，这个呢是画质的设置，估计这个样子应该是能玩的啊。现在191帧、96帧，我现在呢设了这个第5档，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啊？现在是95帧、96帧 ，CPU 的频率一直是比较好的，占用率呢也不高。65度，第5档之后呢，有92帧、103帧。我再看看第6档，第6档现在第6档反而高了，我是不是设反了呢？要不看看最高，这个是应该是最高吧，第10档是吧？那现在帧数呢是69帧、66帧，行了吗？大概就这样了啊，55帧。守望先锋要死了，2880乘1800可以射上去。这是训练靶场，有93帧，这个超过我的想象了。但是会卡顿，终于感觉到卡顿了。帧数呢挺高的，110几帧。高宽比设的不对，现在已经设满屏了。满屏以后100帧，100帧。一直可以100帧，好像有点超乎想象啊！现在110帧，这个分辨率非常非常高。平常呢是没有晕眩感的，但是这个里面我会感觉到丝丝的那种晕眩感啊。整个画面的流畅啊是没问题的，也跟手。我估计应该不会有人设成这么高的分辨率去玩啊。再说一下，现在有154帧。这个帧数很让我诧异，
再看一下绝地求生，画质设置呢是非常低，1680×1050全屏显示，在飞机上帧数呢在50几帧、40几帧，但是操作上确实一点点那种不跟手的感觉都没有，帧数偏低啊，现在只有60几帧，70几帧，跳伞的过程中53帧。我打算把这个分辨率呢设成1280×800，现在帧数呢会反而低了呀，落地以后在50帧左右。又改成了1680×1050，帧数呢降了10帧，现在在43到45。我不打算继续了，这个画质下帧数不高，但是呢应该能玩，是比较流畅的那种感觉。如果想要帧数高呢，就降分辨率。应该是我的 CF 有问题，这几天都打不开。我现在用的是2880×1800这种最高的分辨率，但画质呢是最低，现在只有大概100帧出头一点的帧数。我来往上调高一档，帧数呢只剩31帧了，32帧了，怎么会差别这么大呢？是这样啊，50帧左右。那这么高的分辨率呢，就只能是最低的画质。这游戏太复杂了。好了，游戏不跑了，听一下扬声器的效果。挺好的，相机的效果也蛮好。其实这个机器根本不用拆了，里面应该是和小型 Pro 是一样的。机器很容易拆，螺丝卸掉以后胶片轻轻一刮就可以拆下来了。地壳是金属，这个导热的胶贴对着硬盘的位置，这样呢可以把硬盘的温度传给地壳。内部呢和小型 Pro 14是一样的，只是这个位置有差异。这个位置呢，小型 Pro 14呢有一个 MX450 的独显。这是2条热管、2个风扇、2个出风口，这是无线网卡的位置 X201吧。这是西数的黑盘 SN730， 61瓦时的电池，大大的。小型 Pro 14呢要压住2个，一个 GPU 一个 CPU， 它呢只需要压住 CPU 就行了。看一下屏幕亮度有没有到400尼特，468、444、456、481、478、448、431、418、432。我觉得有点打脸呐。我会有先入为主 ，CPU 呢在我预期之内，但是显卡远远超过我的以为，屏的观感很好，特别是字它的边缘很锐利。我估计是散热到位了 ，CPU 和核显在双考的时候都能挺得住。回想宏基的同样的 CPU 它的核显是 0.3 的频率，它是 1.3。这样看呢，同样的硬件，但实际的表现天壤之别。对于 CPU 本身，我还是原来的观点，对于显卡我非常惊艳。已经开箱的3款机器呢，小型 Pro 14的游戏的感受很好，屏的感受也很好。它呢是相对比较均衡，屏的更好。小型 L14呢是5299，比它们便宜了400和500，但是在它俩面前完完全全不推荐。主观的操作和屏的观感都差别太大。我的经验来看，4800H 的那个核显，游戏的表现不一定比它更好。CPU 呢是减分项，屏和核显是加分项。这个机器呢我会晚一点处理，等1号马上付尾款的那些机器。打算买小型 L14的，统统建议看这个机器，400块钱没有白花。对于这3款机器的关注者呢，如果只是日常用途，不考虑游戏的话，首选是它，其次是 Pro 14，小型 L14呢不推荐。没了，那开箱机的折价呢会减300块钱，就是5399。1号这些机器呢已经很快了，我会晚几天，到时候呢公众号告诉大家吧。公众号呢是 YZZZDN 这6个字母，或者搜中正电脑也能找到我们。这些所有的图文和表格呢也会放在公众号里。有什么想让我开箱的机器呢，也可以公众号的文章后面留言给我。我们正在开车的几款组装机呢，也欢迎大家关注。